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吴峥发言人、林珍宇议员、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游淑慧议员、唐湘龙先生。好，那么川普跟普丁先通话以后呢，然后呢，昨天又跟泽伦斯基通话。我跟普丁讲一些什么？我告诉你啊，我要求你什么等等等等，反正这样都说希望和平嘛。但是呢，那个条件很多了双方都提出各种条件来。美国有美国的条件。那至少呢，他们现在说要完成175对175个的换俘虏要换你抓我，我抓你来换，而且呢，没有什么一个换2个，一个换3个，就175个换175个。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你乌克兰电厂，他们现在这个说先不打电厂，你让我管嘛，我管俄罗斯不敢打了所以呢会保护能源了，你让我来管你的电厂。所以除了矿场还有电厂，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能源部长说，美国的确是有这个能力来管他的电厂要接管你乌克兰的电厂那另外呢，美国这个川普跟普丁讲些什么？第二个呢，就23号要继续在沙烏地阿拉伯继续谈那普丁说，第一个先能源跟基础设施先停战，第二个黑海来谈黑海的问题第三个全面停战，第四个长远的和平不是永久了因为全世界没有什么永久的东西，但长远我们来谈那 CNN 说川普被普丁唬了因为呢普丁呢这个在外面演讲晚1个钟头，约好通电话时间晚1个钟头，为什么？就给你下马威，我不急你急，不是我急是你急，为什么好急的？打了3年了，我就这个样子我虽然没有什么太大进展，我也没输反正就是拖嘛。你急不是我急所以白宫呢说跟乌克兰情报还继续共享川普大概普丁有要求了，你就不要支援他，什么通讯什么军力都不支援，但他说呢情报还是会继续共享的，最早情报共享，后来情报不共享，后来又恢复情报共享。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路透社说呢，美国暂停部分打击俄罗斯行动，因为当时有背给俄罗斯经济制裁，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没收一大堆呢，说这个呢有一部分暂停了那另外呢，这个俄罗斯无人机还是继续打所以连外道路成为死亡的公路乌克兰要撤军嘛，因为尤其在科尔斯克那边呢，乌克兰打得也不好俄罗斯呢这个反攻力量还蛮强的，而且北韩军队还进来了，所以呢乌克兰军队要撤军，不撤军可能都被歼灭。但撤军之后很麻烦了，你撤的时候要有秩序的撤是不容易的那另外呢，北韩原来派了12000人去，打死了4000人，死伤了。所以呢，北韩因为搞不清楚什么无人机什么没搞过这种战争，所以现在已经熟悉了，重整旗鼓，说好厉害。不但呢这个打赢这个俄罗斯的部队都没有北韩厉害，乌克兰也吓死了，说哇怎么这北韩这么厉害？韩国人本来就很强悍了。在纽约很多台湾人不敢去开的店，什么杂货店什么怕被抢嘛，韩国就联合起来，你抢我打你而且呢，只要一个店出事，其他店就来声援。台湾人不会各管各的你打你最好，你没有了以后，我生意会好一点大家也不互相帮忙。那韩国人是很厉害，所以南韩人这样，北韩人也是一样搞不好更强悍所以北韩精兵冲整战力，乌克兰军队吓死了，而且帮助俄罗斯夺回这个库斯克的这个失土，而且呢，乌克兰军人回忆他们从库斯克撤退的时候，像恐怖片一样，很可怕。要撤退是很困难的说兵败如山倒那普丁要求川普，我有5个地方有主权，除了原来的克里米亚，还有4个州我都打赢了，我都占领了，这是我的看一下。无人机爆炸瞬间让人胆战心惊。乌克兰苏梅州一间医院周2深夜遭到俄军的空袭，就在川普跟普京通话后的几个小时内，俄军就派了40多架无人机。This is a strike on a medical center there, a clinic, children's clinic nearby, also damaged, and Putin also hitting Ukraine's energy and railway infrastructure. 到了周3清晨，换成乌克兰跨境打击俄国黑海沿岸的油库，引发了火势。乌俄还在互轰，但几个小时后，泽伦斯基跟川普通了大概1个小时的电话。President Trump fully briefed President Zelensky on his conversation with Putin and the key issues discussed.
Technical teams will meet in Saudi Arabia in the coming days. 川普说相谈甚欢，但却提出一个令人讶异的要求。We have not heard at all saying that the Americans could play some role in securing or controlling the Ukrainian power system, a nuclear plant. CNN 说，美方官员完全没有多加说明要如何接管核电厂，而泽伦斯基也把握机会要美国再给防空武器。Trump told Zelensky that he would look into it. Zelensky particularly wants Patriot missile system. 川普没给承诺，泽伦斯基到芬兰演说的时候，要西方不能放弃对俄国制裁。Путін не погодився на повноцінну тишу, безумовну тишу, і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Відзначити це, що він буде знаходити ті чи інші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ерзких, эффективных операций и завершают разгром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войск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此时，普京却是大张旗鼓宣告俄罗斯击败库斯克的乌军，但没有用“收复”这个词。俄国媒体还爆料，普京对川普提出，俄国不只要保有占领的乌克兰4州，加上克里米亚，还要美国来承认主权。普京似乎亮出了谈判底牌。江龙，两个人通话就表示距离和平还非常远。川普是希望见面，他很早就说。在2月，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接到讯息，川普他的内阁阁员不断的放话，他大概最快这个礼拜就要跟普丁见面。可是每件事情都会有它的基本的逻辑。作为参战的一方，俄罗斯对于终极的和平跟停火没有开出任何条件，要怎么见面？没有办法见面。到今天隔了1个多月，他们2个人仍然只能够通话。如果会有重大突破，就不会是用通话的方式。所以见面就是告诉你，只是呢，因为拖久了，大家越来越不耐烦，所以呢，仍然透过通话的方式逐步的释放。现在看起来，所有的 tempo 呢都是在俄罗斯的手上。川普不见得呢会被框，可是呢整个 tempo 都在俄罗斯的手上。俄罗斯呢可以让你等1小时，俄罗斯呢同样也可以一次一次的开条件，而且那些的条件没有一个是不要说呢乌克兰，即使是美国都很难答应。尤其是呢川普呢没有证实，但是呢俄罗斯公开讲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美国停止在军援乌克兰。这个如果是一个前提条件，那麻烦大了。今天普丁如果可以要求美国不能够在军援乌克兰呢作为呢停火的优先条件，下一次呢川普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就有可能当着川普的面，请你停止军售台湾，作为我们中美之间继续谈的理由。它会变成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所以不要低估呢。现在普丁跟川普2个普世价值普通的2个人的通话，通完话之后呢，所设定的一些战争要如何去收场，如何去瓜分乌克兰的格局，对未来的所有的国际冲突，尤其是台海，都会呢有标杆性的影响。好，那现在的乌克兰，其实接下去并不是谈完了之后呢，和平的曙光呢就让你看到，没有，告诉你还远得很。之前如果认为川普上来迷信川普上来24小时乌克兰就停火，那只是因为对战争的本质跟他该有的 tempo 不了解。他可以那样子讲，用吹嘘的方式骗到了选票。上来到现在为止，到今天2个月快过去，今天3月20号，他刚好就职2个月，2个月的时间，这件事情除了这个通话以外，从通话内容来看，它没有任何的突破，没有任何的进展。今天俄罗斯所开出来的条件，连泽伦斯基都还没有答应，所以从俄罗斯呢谈完了之后，俄罗斯继续轰炸，还在赶工，在战场上面赶工。俄罗斯所提出来的后续的要求，包括那5个州加上克里米亚，你美国他是要美国承认哦，他不是要你乌克兰承认，你美国要承认这5个州是我的。川普能答应吗？答应了之后呢，川普自己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可是如果条件是这样子开的，接下去连双普下一次的通话都会遥遥无期。
最后呢，你再看到就是说这个临时会拖多久不知道，可是表面上呢看起来，川普是当他呢去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毫无收获的时候呢，他起码要打包个东西带走。你看到的呢，互相在能源设施当中停火，就是一个典型的参加宴会毫无所获，就打包告诉你就是说，哎，我有带东西回来，我有参加宴会，请问你那个停火协议有什么意义？针对能源设施的暂时停火，它只有2个意义。第一个，因为那些能源设施对美国来讲已经是美国未来的主要的资产。叫俄罗斯说，哎，这个东西你不要打，这以后呢是我要从乌克兰的手上呢，要乌克兰给我的东西，所以呢你现在不要去炸那些东西，那已经是我的。第二个，今天呢对能源设施，尤其是核能设施的停止的相互的供给，再给台湾民进党另外一个启发，台湾的民进党教育台湾的老百姓这么久，反核的原因呢是因为两岸如果开战，核能电厂会被炸。我说俄乌战争3年都已经快打完了，核能电厂没有人碰啊。所以今天的有关于俄乌谈判当中，有许多的细节都预告着台湾接下去呢，在面对到呢中美关系的时候，都要非常的小心。每一个美国的盟友现在遭遇到的都是腹背受敌，前面面对的美国，后面呢面对的俄罗斯，或者将来台湾呢会面对的中国大陆，都会腹背受敌，两面不讨好，很难呢有出路的。洪伟。确实，就我们来讲，就是说现在的民进党政府说，哎呀，不能够发展核电，要废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哎，到时候如果发生战争的话，核电厂是很容易被攻击的。那现在美国告诉那个泽连斯基说，哎，我来帮你啊，来保管，来帮你营运这个核电厂，这代表这核电厂是 OK 的，因为它如果被炸烂了，会炸坏了，那美国怎么要接收它呢？哈，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说明一件事：俄乌战争打了这么久。那事实上，双方并没有针对核电厂来做破坏。川普当时竞选的时候呢，曾经很洋洋得意啊，讲了一个大话。他说我当选的24小时之后，俄乌战争就会结束啊，当时是这样讲的。那他现在这个上任之后呢，已经大概2个月了，哈，已经不晓得多少个24小时过去了。那显然他念兹在兹，而且当时竞选时的承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实现。其实就是川普的他的精心设计的他想要打的一个算盘，然后打错了。第一个，他本来想第一个方式，用压制泽伦斯基、压制乌克兰的方式，让乌克兰能够接受这个俄罗斯他所提出来的这些条件，然后换取俄罗斯愿意来交换停战。可是没有想到，其实泽伦斯基也是负隅顽抗了，他并没有完全去听川普的，而且他回去了，去找了这些欧洲来帮他当后援。虽然欧洲这些国家说实在，他们并没有什么力量去保护这个乌克兰，可是他还是要假装自己很有能力啊，假装自己不能被边缘化，假装自己呢还是有一定的力量。所以呢，大家七嘴八舌，所以看起来呢，乌克兰至少呢后面有一些欧洲人愿意帮他讲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啊，普丁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啊，尤其这个讯息哦，真的给川普大大的打脸。他说普丁呢跟你约好，这个4点到6点要跟你通电话，结果普丁呢是跑到外面，故意在外面已经超过了他要跟他通电话的时间，还一副跟大家讲说，哎，无所谓啦，这是他讲的啦，告诉全世界，告诉大家，你看。川普在等我的电话，等我跟他通话，足足让他等了1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普丁真的是谈判高手啊！到目前为止，现在看起来，俄乌战争真的会停战吗？那甚至他现在讲的说啊，至少你基础建设还有你这些电厂能源基础建设先能够停战，看起来也没有完全的停战。那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只能说明呢，川普现在恐怕还是为俄乌战争焦头烂额之中。那到底他会不会去腾出手来，好好去解决美中之间的关系？还有最主要，台海的情势也在美中关系的情势里面所影响。所以我觉得。在台海情势未来还是充满很多的变数，而且如果美国川普以为自己24小时就可以解决俄乌战争，到现在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么未来其实台海的情势还是会更加的复杂化而已。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宋涛说他对台湾任务艰巨，不能只靠我们国台办呐，要全中共、全社会都理解跟支持啊！我不是讲了吗？国台办在大陆的地位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为什么？他们说你们都没有搞出成就来啊？怎么搞了个半天还这样呢？越走越远呢？所以呢，越是这样，他去的人就基本上那个水准或是重要性越低嘛。那他整个国台办在大陆的危险性越低。其实你看到，当老共啊每天要武统台湾打的时候，真的替台湾讲话，其实就是国台办。对，因为他知道嘛，有关系嘛。但是呢，所以他今天讲说，我的任务很艰巨啊，你光靠我，你们怪我，怎么能怪我呢？整个社会、整个中共的共产党都要支持我们才可以啊。宋涛讲说，如果台独突破红线，就会采断然措施。他当然这样讲，不这样讲怎么办呢？你们不要突破红线呢，不要踩到红线哦。那另外，因为赖清德搞了17项的国安因应策略嘛，所以呢，行政院4月上旬就要拟定法制化的期程，要把它变成法律啊，实现变法律啊。送到立法院看你们立法人怎么办？你们不同意，你们反对，你们就是中共代言人；你们同意，你们就进到我的这个范围里面来了哈。所以呢，这个朱立伦说赖清德要台独的背水一战而且呢，因为这个国防部长也说2027老共会犯台，因为老美讲了，所以呢，这个国防部长就说呢，我们要料敌从宽假定老共2027会来打。那房先生说，这个呢，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就已经符合中国的反分裂国际法的逻辑了。他这样跟你动武，他已经有道理了，你已经违反了你已经这个跑出去了那另外，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现在的这个这个新加坡大学的这个很重要的教授他说呢，你们在搞台独将来会把台湾变成一个台独监狱，谁都救不了你，而且你现在每天要靠国际救你真的到那个关键时刻，国际没有人会救你的啦，立刻就选边站了。日本就最清楚一个例子嘛，天天说跟我们多友好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然后呢？世博会还不准用台湾，用名字都不行，一定要有一个民间机构这个才可以否则的话呢，这个你不要来了，就这样子我不是讲过吗？南非原来跟我们关系多好南非大使在要回国，那时候国际已经解除对南非的制裁了，因为曼德拉起来了，南非大使到环保署来看我。我们以前是多好的朋友，将来在国际上我们一定帮你们讲话，在联合国帮你们讲话。前两天还把我们的那个代表处的位阶都降低了。哎呀，国际这种话听多了什么对你多好多重要等等，到时候就是完全现实考虑所以这个马教授讲得很清楚他说国际是非常非常现实的没有什么还跟你在那边扯来扯去什么道义，没有这个事情。我们看一下，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大陆国台办18号举办中国台湾问题干部读本新书发布会，国台办主任宋涛致辞时直接提到，在如今台海局势下，对台工作任务艰巨繁重，要加强政治宣传教育，凝聚起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磅礴伟力。这本2024年版的《中国台湾问题干部读本》是由国台办旗下的9州出版社出版，当中是首次新增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以一整个章节的形式阐述了习近平的对台方针。大陆学者就分析，这是要加大对台的主动权。多名涉台学者受邀在新书发表会后进行座谈，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的国安17条言辞抨击。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给予坚决的打击，绝不能让这些台独分裂势力呢的阴谋得逞。赖清德公开喊出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杨一舟认为不会有寒蝉效应，陆方仍会加大力道促进两岸交流。好，那么洪伟怎么看？其实我觉得在两岸的部分其实以现在来说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有赖17条。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台湾海域的附近，其实你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冲突啦，或者是他们进入我们的这个限制性海域来执法。那大家也知道嘛，那个前2年发生了一个惊吓的撞船事件，都使得这些的问题越来越的升高。但是我觉得以现在台湾来说，它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我刚才说了，因为
基本上台海的情势还是在美中的架构下，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发展。那第一个，其实我们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你看有人扮白脸，有人扮黑脸，比如说国务院非常强力的去抨击这个那个北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又说：“哎呀，我跟习近平好朋友啊，好扮白脸还黑脸。”所以接下来要怎么样的发展，我认为还是要看美中之间的关系。是吴正发言人。其实赖哲鸿在上礼拜发表了国安高层会议后面的谈话嘛，那其实这个重点包含说总统讲到了说要加强国人的识读能力啊，我们要阻止这个中国统战人士来台进行统战等等，其实全部可以归纳成8个字嘛。庄敬自强，保密防谍，对不对？其实这个我相信这个内容大家都耳熟能详。那确实，我相信啦，就是我们讲一句老实话了，就是国际上从头到尾永远都是现实，所以一定有台湾的顺境，有台湾的逆境。但我讲真正的重点只有一个嘛，就是我们台湾是不是要来维持我们自己的独立自主？我们有自己的选举，自己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事务自己决定。我想这个是一切纷纷扰扰最后终极的核心问题。那当然，这个问题，我想所有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就像过去历史上，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蒋介石觉得说要对抗到底汪精卫觉得不行，对手太强了，而且国际都在忙他们事情我们没办法，一定要来谈。所以大家有不同看法，但终究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要不要来维持自己的独立自主？那所以赖清德总统讲这个国安17条，他就决定说必须要针对中国的渗透采取更多的作为嘛。那大家在聚焦在说境外敌对势力这几个字，觉得非常的重，但是事实上我们拿到国际上来看，并不是赖清德总统首次引用这样的概念，包含中国的这个有一个驻法大使，过去很有名叫卢沙野，其实他去年也在国际上讲过好几次他说中国怎么样看两岸关系，就是内战的延续，内战还没结束所以是战争状态，然后台湾是叛乱的一省，那中国直指台湾是叛乱的一省，当然他跟我们就是敌对关系嘛。那像美国川普总统前阵时间，他在白宫的这个美国第一优先投资方案里面也讲了，美国现在定义中国叫 foreign adversary， 那其实在中文就跟境外敌对势力是差不多。所以我想重点是说，中国现在是不是意图要改变台海的现况，改变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模样？我想是的，因为包含我们看到说检调有起诉中国有商业间谍8名，今年就暴露出2022年当时有8名在竹科去收买我们工程师要窃取技术。那包含说从2024年去年大概64个被起诉的共谍里面2/3是我们的现役跟退役的军人。那包含刚刚洪为委员讲到说，中国在我们外海全一轮割我们电缆，就是说中国是全方位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他都企图要来改变台海的现状嘛。所以我想当赖清德总统决定说必须我们要对这个事情有回应，有采取动作，那其实就是国安17条，我们要去进一步强化我们国安。我是这样觉得啦，就是当我们去看现在目前两岸的局势好像越来越紧张的同时，我们当然必须要去问说，到底呢为什么会变得更紧张？如果说有一些破坏了所谓的现状的状况，是谁在破坏这个现状？那刚才吴峥讲到说，有关于呢这个对岸对我们的一些呢不断的国际之间的霸凌，然后呢对我们的一些步步进逼。坦白说，你真的还原到一个现实状况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些军事演习，尤其是不预期的环台的军演里面，其实过去的2022年裴洛西来台，2023年的这个蔡英文出访，2024年的赖清德就职，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军演的规模都来得更大、更直接、更这个更像惊天动地一样啊！所以现在有更多吗？你说这个相关的一些什么间谍啦、渗透啦，然后这个时不时的一些呢无人机啊，这个军舰，坦白讲，它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反过来说的话，你真要问我，我真的觉得在某个程度当中，这个在现状当中出现改变的，一个是对岸。对岸也就是这一次为什么是美国，所以这是什么？对岸指着美国的鼻子骂说，你们这个部分呢，在官网当中呢取消了所谓的一中的政策，取消了所谓的反对台独，对他们来说这是境外势力以台制华，所以他们其实骂美国骂得蛮凶的。那再来是在讲这个赖清德，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赖清德这个部分的话呢，相当程度你说，即便我们觉得境外的这个敌对势力重不重，这个大家呢自己有一些判断，但是我们不只是讲这个话而已，我们还谈到了很多的所谓的17项的因应政策，这17项因应是一个一个的，从文化到教育到观光到每一个环节，都是在紧缩两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事实上相当程度释放出一个非常敌对的
讯息是一个事实。好，所以我就要问的地方在于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释放出这样的讯息，一个比较改变的，或者说比过去更加强悍的动作，而且在川普上台之后，我觉得有2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况。第一个，对赖清德来说，国内的政治高过一切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我坦白讲，你这样问我，我不认为赖清德是真的想要让台湾走向战争，但是走向战争的过程当中，当有战争阴影的时候，对赖清德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他可以因此而限缩这个大家的自由，他可以因此而限缩大家的民主，他可以因此呢钳制大家的行动。你刚刚讲到的，刚刚武正讲到说保密防谍，装进自强。你不觉得好像当年蒋介石那个时期，我们动员戡乱时期刚刚结束没多久的那个氛围吗？他就是在讲装进自强，处变不惊，他就是在讲的这个保密防谍。那为什么赖清德要到那个时候呢？他不是在他的口中蒋介石是个大坏蛋吗？那个时候为什么蒋介石要这样做？第一个，因为有威胁；第二个，他要壮大他自己的权力，而要行政权独大。所以相当程度，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赖清德已经达到了他要行政权独大，以国安之名。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再一个，就是他为了一己之私之外，那川普呢？我们刚刚讲到，我觉得川普现在真的是惨了。他2个战争都结束不了，以哈也结束不了，现在继续打，以色列还继续加萨走廊北部、中部、南部，然后呢，俄罗斯这方面也结束不了，还被人家奚落，还被人家消遣。当他2个战场都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坦白说，我认为他会在美中关系下一个重手，因为对他来说，他必须要有政绩。当他别的地方拿不到政绩的时候，他可不可以跟习近平见面？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他可不可以谈台湾问题？他可不可以逼中国进行若干的一些让步，或者是说有一些交换，有些所谓的 big deal 大交易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看待台湾目前的改变，两岸情势的改变，其实都是一些个人的政治图谋、权力的意图在边，高过于台湾真正人民的幸福。谢谢，再回来。